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夏季天气炎热，所以人们很容易发生中暑。那除了中暑，其实夏季还有一种高发的疾病，叫做热射病。说起这个热射病，估计很多人都不太了解。那今天木子就跟大家来说一说。热射病啊，其实就是最高阶段的中暑，你可以理解为最严重的中暑情况。那这种疾病一般都会发生在夏季最炎热的时候，主要的病症啊有恶心、呕吐、头晕等不适，严重时还会脉搏加快、面部发红，甚至是发生昏迷等。可以说，对于生命是会造成一定威胁的。那我们该如何预防这种疾病的发生呢？首先就是要多喝水。因为夏季气温高，人们容易出汗，这就会导致身体内的水分不断流失，只有及时补充水分，才能够避免身体缺水，从而引发热射病。其次呢，是避免长时间在外活动，尤其是在正午阳光最足的时候。再有呢，就是在室内保持良好的通风，确保我们的呼吸能够畅通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说到这儿了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血糖高的，吃饭时尽量远离2个习惯。相信糖尿病大家呢都很熟悉，我们又叫做富贵病。其实糖尿病和我们平时吃有很大关系，所以大家在吃饭时尽量要远离2个习惯。习惯1，不吃主食。很多有糖尿病的人认为吃饭时不吃主食会更好，其实这种想法呢是不正确的，因为不吃主食或者是吃的太少，很容易导致营养不良，而且还容易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。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吃一些小米、黑米、荞麦面等食物，平时注意粗细搭配。习惯2，吃饭速度太快。很多人吃饭的时候喜欢狼吞虎咽，吃饭速度很快，那这样吃饭太快，很容易使葡萄糖迅速的进入到血液。因为有糖尿病的朋友本身就胰岛素有缺陷，所以很难跟得上食物的消化速度，这样呢就很容易导致血糖升高。那有糖尿病的朋友平时呢还应该注意保证充足的睡眠，进行适当的运动，要清淡饮食，这样身体才能够更健康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由于现在饮食结构的变化，很多人都习惯吃外卖或者出去吃，这样很容易导致血压高的问题。这时我们要做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血压，要不然呢会引发一些并发症，影响身体健康。那想要控制好血压，吃饭时最好能记住这2点，或许会让血压向你低头。第1点，多吃粗粮。虽然现在我们大多数吃的都是细粮，细粮也很好吃，但是对于血压高的人来说，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粗粮，因为粗粮中含有很多的营养元素和粗纤维，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元素，对血压的平稳有帮助。常见的粗粮呢有小米、玉米、黑米、燕麦、红豆、绿豆等等。第2点，少吃盐。相信大家呢都知道，如果盐吃的太多，就会导致血压升高，所以对于血压高的人，一定要控制好盐含量的摄入，少吃高盐食物。买盐的时候可以选择低钠盐，这样可以延缓血压升高，对健康有帮助。如果大家吃饭时都能够注意到这2点，或许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压，避免高血压出现，对身体健康也是非常好的。粘稠、血管堵塞虽然大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，但是呢也逐渐的年轻化了，所以平时一定要多多保养血管。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，就是踮脚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做踮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最好穿一双平底鞋，2脚分开，将脚后跟抬起来，用脚尖支撑身体，坚持5秒落下，然后再继续做。如果站不稳的，可以手扶墙，每次做3到5分钟，每天早中晚都做一次。
大家呀，别小看了踮脚的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可以让小腿肌肉有规律的舒张和收缩，能深层的刺激血管，促进双腿的血液循环。那每天坚持做一做，能让血管更通畅，预防血液粘稠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血脂高不高，看腿就知道。作为三高之一的高血脂，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，它会导致血管堵塞，严重的还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。其实呢，当血脂高的时候，我们的腿部会给我们一些信号。信号一，腿部疼痛。很多老年人在走路的时候会出现跛脚、走路费劲的情况，这时总会感觉呢双腿疼痛，两脚很沉重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就要小心是高血脂引起的。因为腿部血管堵塞，导致呢腿部供血不足，双腿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行走。信号二，睡觉时腿部抽筋。当我们睡得正香的时候，突然出现腿部抽筋，那我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是不是缺钙了？其实呢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可能是血脂高了。因为血管中脂肪和胆固醇越来越多时，血液流动就会受到阻碍，这时呢就容易引起腿部抽筋。那如果血脂高了，平时可以多吃降血脂的食物，比如决明子、荞麦等，还有坚持运动，对降血脂也有一定的帮助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给我们留言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，长时间的看电脑、手机屏幕，使得眼睛经常干涩、视力模糊，眼部问题呢也越来越多。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，可以帮助保护眼睛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首先闭上眼睛放松，将双手对搓搓热，再用双手掌心捂住眼睛，坚持半分钟，再做一次，每次做3到5分钟。这样捂眼睛能够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，缓解疲劳，对缓解眼睛不适、预防近视有很大帮助。大家如果对着电脑时间长了，或者是总玩手机，出现眼睛不舒服的情况呢，就可以做这个动作，若能养成习惯，对保护眼睛有帮助哦。来啦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常言道10人9胃病，现在有胃病的人越来越多了。而导致胃病的原因有很多，熬夜、不良的饮食、幽门螺杆菌感染、抽烟喝酒等。如果不加以调理，很有可能会引发病变。所以养胃刻不容缓。首先，饮食非常重要，胃不好的要少碰一种食物，就是太辣的食物，尤其是辣椒。有些人是无辣不欢，但如果吃的太多，很容易呢刺激肠胃以及胃黏膜，不利于胃部健康。那想要养好胃，可以多吃2种黄色食物。第一种，南瓜。南瓜营养丰富，富含维生素 A， 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，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人吃。第二种，小米。小米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小米有健脾和胃的功效，其中还有很多维生素、微量元素以及胡萝卜素等。经常用小米熬粥喝，有很好的养胃作用。那除了这2种养胃食物，还可以搭配养胃穴位大陵穴。大陵穴在腕横纹掌侧的中点处，大陵穴在5行中属土，对应着脾胃，是心包经上一味很经典的健胃消食片。按摩时呢，用大拇指按揉就行，每次3到5分钟，有降胃火、提升胃动力的作用，特别适合脾胃不和、消化不良的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在下面评论区留言。感谢收看侃侃养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